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，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，再打開旁邊小鈴鐺，這樣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也幫我按個讚，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。謝謝大家，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你有沒有想過，在一個充滿變動跟不確定性的世界裡，要怎麼找到內心的平靜？這聽起來是不是很像我們現代人的大哉問？但其實早在1600多年前，中國的魏晉時代，當時的社會也是價值崩壞，一片混亂。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，他們面對的課題跟我們今天幾乎一模一樣。當外在世界都靠不住了，我到底該怎麼安頓好自己？今天我們就來深入拆解他們當時提出的2種解答。好，那今天這一趟分析之旅，我們會走多6個站點。我們會先從安頓這個核心問題的源頭開始聊起，接着呢會介紹2位代表人物，看看他們提出了哪2種截然不同的解法。最後我們會把這些古老的智慧帶回現代，看看能為我們今天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啟發。首先呢，我們來聊聊安頓這個問題，它到底是怎麼冒出來的？魏晉時期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舊世界全面崩潰的時代。統治了400年的漢代，它建立起來的社會結構、價值觀，可以說整個作業系統直接宕機崩潰了。這對當時的讀書人來說衝擊非常大，等於是外在世界再也沒辦法提供任何可靠的標準答案，所以他們被迫只能轉向自己的內心，開始了一場尋找精神家園的漫長旅程。所以這就帶出了一個跨越千年的核心問題。當外部環境持續動盪、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候，我們究竟要怎麼找到自己的立足點？這個問題從古至今其實從來都沒有變過。這種時代的巨變，在文學裡面留下的痕跡可以說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我們來做個簡單的對比。漢代的詩歌比較像是一面社會的鏡子，它反映的是大家共同的生活經驗，是一種集體的感受。但是到了魏晉，詩歌就變成了一扇窗戶。它讓我們可以直接看進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掙扎，他們的恐懼，還有他們對於生命意義的追尋。文學的焦點就這樣從記錄外在世界180度轉向了挖掘內在的世界。這整個向內追尋的過程，它的核心可以用一個關鍵詞來概括，就是安頓。這裡講的安頓，它的意義遠遠不只是物質上的安穩，不只是說我找到工作，有地方住就算了，不是的。它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心理跟精神狀態，它像是在一片混亂中為自己找到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點，一個靈魂的避風港。接下來，我們就進入第一個關鍵點型。面對這個亂七八糟的體制，這位叫做陶淵明的詩人，他做了一個非常徹底，可以說是非常硬核的選擇。他決定直接登出系統，回到田園，去尋找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。沒錯，一講到陶淵明，我相信大家腦子裡馬上就浮現這句詩：“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”，對吧？一個超級悠哉、超級 chill 的畫面。但是我要說的是，這份看似悠然的背後，其實是一連串極其艱難的抉擇。他的這條安頓之路，我們大概可以拆解成4個階段。第一步是對整個官場體系的徹底幻滅。幻滅之後呢，第2步就是做出離開的決定，他拒絕為了那一點點薪水就彎腰去諂媚上司，出賣自己的尊嚴，離開了。然後呢，第3，他選擇擁抱勞動，也就是親手去耕田，用最根本的身體勞動來養活自己。但光靠勞動是不夠的，現實很苦，所以就來到第4步，他必須尋求慰藉，而詩跟酒就成了他精神上的出口。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，非常值得你筆記。陶淵明的歸隱，並不是逃到一個無憂無慮的世外桃源，完全不是。這其實是一場非常真實的交易，他等於是用官場的束縛，去交換田裡的汗水跟物質上的匱乏。但正因為這個交換，他換回了他認為最珍貴的東西，也就是內心的自由跟人格的完整。我們一般看到的陶淵明形象都很佛系，對吧？很像那種堅韌、淡泊、看透一切的斯多葛派哲學家。但接下來我們要揭開他比較不為人知的一面，你會發現，這個人根本不是我們想的那樣。他其實是個充滿幽默感，而且情感非常豐富的性情中人。这一點，在他一首叫做《責子》，就是責備兒子的詩裡，
表露無遺。他根本是在瘋狂吐槽他5個兒子，抱怨他們都不成才。他說，大兒子16歲了，懶到無人能及；二兒子對文學一點興趣都沒有，另外2個連數字6和7都搞不清楚。最小的那個9歲了，還整天只會找東西吃。你聽，這種來自老爸的真實煩惱，是不是瞬間讓他變得非常立體、非常親切？如果說吐槽兒子只是讓他變得親切，那接下來這個會直接顛覆你的想象。在他另一篇作品《閒情賦》裡，這位看似淡泊的農夫展現了極度熱情、充滿感官想象的一面。他許了10個願望，說他多希望能化身成心愛女子身上的各種貼身物品，像是衣服的領子啦、腰間的束帶、頭上的髮油、眉間的脂粉。這完全顛覆了我們對他只有菊花跟南山的刻板印象，也讓我們看到，在他平靜的外表下，其實藏着一個極其豐沛善感的情感世界。好的，看完了選擇定下來的陶淵明，接下來我們來看另一個完全相反的典型——謝靈運。他尋求安頓的方式，不是往內扎根，而是透過不斷的向外移動與追尋。這2個人的差異真的可以說是天差地遠。陶淵明他就像是一棵深深扎根在土地裡的大樹，追求的是定下來的生活，從中汲取穩定感。而謝靈運呢，他更像是掠過山谷的風，他的一生是動的，他需要不斷的在廣闊的山水間移動探索，來安放他那顆躁動不安的靈魂。那謝靈運的這種騷動啊，到底是從哪裡來的？你看他的背景就知道了，他根本就是含着金湯匙出生的，當時最頂尖的貴族家庭，可以說是天之驕子。結果呢，在他14歲那年，天塌下來了，東晉滅亡，新的朝代建立，他的家族地位一落千丈。這個巨大的落差，讓他一生都處於一種不甘心跟騷動的狀態。最終也因為他那驕傲不屈性格，捲入政治鬥爭而被殺害。雖然他的人生很坎坷哦，但正是這種內心的不平靜，反而催生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全新的東西——山水詩。他最有名的詩句“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”，用非常清新收動的筆觸，捕捉到了大自然裡那種細微又充滿活力的變化。這背後是他極其敏銳的觀察力。可以說，他把內心的騷動全部轉化成了向外探索自然的強大動力。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，現在就把這2位詩人牽並列來做個直接的比較，就會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他們在哲學、性格，還有最終的人生結局上到底有什麼根本的差異。我們可以從幾個面向來看。首先是出身，陶淵明來自一個沒落的官宦家庭，但謝靈運是當時最頂級的貴族。接着看性格，陶淵明懂得用幽默感去接納現實，而謝靈運則是充滿驕傲，不斷抗拒命運。這就導致了他們人生的核心衝突也完全不同。陶淵明試圖與生活本身和解，謝靈運則是一生都在與他失去的命運戰鬥。所以最後他們選擇的安頓路徑，自然也就南轅北轍了。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總結：陶淵明的智慧在於和解。他看清楚了老天發給他的牌，就算不是一手好牌，他也決定要好好的打，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平靜與尊嚴。而反過來看哦，謝靈運的悲劇就來自於他的不甘心，他始終無法放下過去的輝煌，那份失落感就像一個牢籠，把他自己給困住了，讓他一輩子都在騷動跟掙扎之中，最終走向了自我毀滅。這引發了另一個時竅，講了這麼多古人的故事，這2種安頓之道，對活在21世紀的我們，到底有什麼樣的啟示？我們要怎麼把田園與山水這2個概念翻譯成現代版呢？現在，我想請你花幾秒鐘想一想，在我們這個快節奏、資訊爆炸的生活裡，什麼是你的田園？它不一定是一塊真的土地。它可能是一個能讓你專注投入的愛好，像是畫畫、寫作，也可能是一個讓你感到歸屬的社群，或者是一門你不斷精進的手藝。它是一個能讓你慢下來、生根、走到內在穩定力量的地方。同樣的，什麼又是你的山水呢？它代表的是一種動態的追尋。
可能是透過旅行去探索未知的世界，可能是學習一門全新的技能來挑戰自己，甚至可能是勇敢地轉換職業跑道。這條路徑是透過不斷的移動、學習與探索，來擴大自己的邊界，尋找新的可能性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陶淵明與謝靈運提供了兩種看似對立的典範：扎根與探索。這或許告訴我們，所謂的安頓，它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個終點站，不是要找到一個一勞永逸的完美答案。或許安頓的真正意義是在這兩種狀態之間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節奏，並且去擁抱這整個追尋的過程本身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，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重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